开始吧。圣君，这不太好吧？让你去你就去。我的赌资够吗？不要怪我意志不坚，实在是圣君给的太多了。开始吧。全没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阿朱，学会了吗？阿朱还未学会，我们继续。圣君，不带这么欺负人的，我都已经输得底朝天了。无妨，下个月的俸禄可提前垫做赌资。你不是说小赌怡情吗？我还想学。赌就是赌，大赌小赌都伤身。阿朱，你别学这些不好的。我和周从今日起戒赌，再也不带阿朱赌博了。阿言，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宫中禁赌。是。退下。是。阿朱啊，这些彩头你可要收好了，可别再被何周诓骗了。不怪何周，这些日子其实一直都是他在陪着我。以前当珠子的时候，总是能时时刻刻见到你，现在成了人了，反而想见一面都难，倒还真有些不习惯。是我疏忽了。你刚化为人形，定有诸多的不适应。可若长期跟着何周厮混，只怕他会带歪你。我为你寻一位先生，让他教你读书写字，可好？先生。日月光华对于炼制灵丹固然有益，却周期绵长。近日发现，这世间竟另有精华之气，可助灵丹快速炼成。国师，我来晚了，让国师久等了。无妨，片刻等待，等到便好。张明说，国师是东泽学识最渊博之人，更是国师主动应下教导阿朱一事。多谢国师。不用如此客气。倒显得你我生分。国师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都怪何周一直吓我，说要毕恭毕敬，否则会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的。但我觉得，国师让我感到非常亲切。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？一见如故。一见如故，你可是想起了某个故人或故地？国师说笑了，我只是张明的一颗珠子，怎么会有故人呢？开始上课吧，今日先教你一些基础字。
这个自念人，也是如今你的身份。人，这个字简单，好记。此字念天，可这样记：天比人多2横，一横高于人，一横困住人。天，怎么如此蛮横霸道呢？这便是世间的秩序，天永高于人，人受制于天。那我不喜欢天，天让人受苦，也让赵明忙得没时间陪我。人族的陪伴，须臾几十载，唯有天上之人，方能与天同寿。那样的陪伴，才叫永恒不息。可是陪伴的时间再久又怎么样呢？如果2个人待在一起，感到不快乐，那种陪伴，不是痛苦的吗？国师，这是我跟膳房师傅学做的点心，特地拿过来给你尝尝。国师今天为什么生气？是不是嫌我学字太慢，嫌我笨了？我并未生气，你心思玲珑，一点即通，又怎会愚笨呢？国师没有生气就好了。那你明天还会教我识字吗？既以为人能有简单纯粹的快乐，亦是好事。打开它。这支玉笔送给你，天道控人，但人执笔，亦可书写自己的命运。多谢国师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国师记得吃点心。你找来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世人为何会在不同场合用到花呢？婚丧嫁娶、祭拜神灵，看似不相及的事情，却通过同样的花来寄情。花在你我眼中非黑即白，只是形态上有细微的差异；而在世人眼里，花与花却大有不同，缤纷色彩，各有寓意。每次从云海望向人界，见孩子们只要吃了它，就会喜笑颜开，一块糕点便能获得的快乐，你我却感受不到。于你我而言，任何食物都没有味道。我们从未尝过酸甜苦辣，亦不会有眷恋，又何须感伤呢？彼虽如此，从未拥有，便无需眷恋。你我作为神器，虽与天同寿，受众神敬仰，却也只是昊天的工具罢了，活得还不如凡人精彩。昊天赋予你我神力，自当是不允许我们偏私，更不得偏爱任何东西。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些什么，那注定也要失去些什么吧。可是，我们尝不出味道，看不到颜色，闻不到花香，更不懂情。这数万年，与同一天无异。天命，你不觉得闷吗？
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便是神器的代价。这往后千万年、万万年，都要如此吗？定属如此。终于好天。张明，你来啦！几日不见，我来看看你的功课如何了。那我自然是很用功的。这是我新学的字，国师说左日右月，皆是光明。国师教导有方，但我的理解却不是这样，像太阳一样耀眼，像月亮一样温和。日月合起来，是昭明的明。你这解法倒也在理。那你看我的字写的怎么样？字写的是不错，但是离得有点远。离得远？那近一点不就好啦？张明，我算红颜吗？那我岂不是会薄命？我听人说红颜薄命。不会，阿朱会活得长长久久的，比我活得还要久。比你活得还要久？那有什么意思？我是昭明的珠子，自然要和你一直在一起，你在我才在，不是吗？不，阿朱不因昭明而生，你的意义也并非因为昭明而存在。岁月漫长，得失行止，终有一天，你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想做的事，想走的路。没关系，不必现在想，来日方长。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走的路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你的。昭明是圣君，心怀天下，所以走的是天子之道。天子之道并非我所求，我想做的是顶天立地的男儿大丈夫，不困于天，亦能庇护人从，冲破之天。国师说，天比人多2横，牢牢困住了人。但在你的笔下，人竟能破天。事在人为。昭明，其实我不太理解，人究竟是什么？人很简单，也很复杂。看似很单薄，但也可以很有坚固。光看一张纸是看不明白的，看人要用心。心？你要看一个人，不能只看他的外表，也要看他的内在。要看他说了什么，也要看他做了什么。要看他之长，也要看他之短。看他如何待自己，也看他如何待别人。看
看他在顺境中的风采，也看他在逆境中的抉择。人，短短几句话是说不清的。你若想要了解，我日后带你慢慢去看。昭明已走2月有余，你打算一直这样下去吗？之前昭明在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天过得好快，但现在的每一天，怎么这么长？长到我看了好多画本子，吃了好多点心，写了好多字，还是没有结束。这应该就是你教我的那个成语“度日如年”吧。你的糖已经吃完了，可他还是没有回来。没有吃完呢，我还剩1颗。半月前便只剩这1颗，你不敢吃，你怕他回不来。他会回来的。我赠你这玉笔，是想让你书写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的性命悬于他人身上。国师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同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，你便会知晓一切。这是昭明的密室。你当真了解昭明吗？昭明为了守护百姓，一心想要对抗神族，这是你和我早就知道的事情。不错，对抗神族的确不假，可若以利用、牺牲他人为代价呢？即使昭明天生神窍，人族抗神，也无异于蚍蜉撼树，唯有借助神器之力，方可一搏。混沌珠，就是他近在咫尺、唾手可得的方法。而你，便是混沌珠。你想知道整个故事吗？天地初开，昊天便淡化2大神器，混沌珠和天命书。所以，昭明将你复苏，也只是为了要利用你的混沌之力弑神罢了。所谓的拯救，无非是将你推入下一场牺牲。可你说的那些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是昭明唤醒了我，是他带给了我许多温暖与快乐。什么混沌之力，什么上古神器，现在的我只是一颗没有神力的废珠。我只想好好做人，陪在昭明身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重要吗？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
那道天雷便是警示，神器不能有情，更不能暗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为今之计，是你随我回神坛，斩断你的情丝，继续做与天同寿的神器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躲过此灾。我不会回去的。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什么是情，怎么会愿意回去过那样清冷孤独的日子？与天同寿又能怎么样呢？每个人所在意的不同，对我来说，活多久不重要，怎么活，跟谁一起活才重要。你说的混沌珠，在补天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昭明救回来的是阿朱。你我永生永世，看透了生死因果，你为何还是不懂？人的情最为短暂，最为脆弱。不懂情的，真的是我吗？天命，我应该这么叫你，对吗？你说我们有数万年的相伴之意，但抱歉，如今的我真的没有这段记忆。也许这么说会令你难过，但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要留在这里，等昭明回来。便是死，你也要留下陪着他。听随我跃进世间的花火，我心替你果然无法强行带神器离开。你要干什么？既如此，你我便立下3条赌约：若我赢，你随我回神坛；若你赢，你想留下做人，便留下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赌？凭我，可以给你这颗乾坤珠，关键时刻，它可救昭明性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，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，而这颗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好，我跟你赌。有些命运，不是你想放下就放得下的。
究竟什么是情？为何世人有情便能活得熙熙攘攘、热气腾腾？若是我们也能拥有情，是不是神坛就不会这么冷清了？你我本为神器，理应遵循昊天。问情的过程，便是消亡的过程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天命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神族内战，天幕崩裂，万物冰毁。混沌珠，速去补天，以身执行法则，恢复世间秩序。天幕裂口硕大，此次修补凶险万分。昊天，我愿以身相替，待混沌珠修补天幕裂口，望准允。神器各司其职，不可乱序。混沌珠乃拯救属性，理当应对天地浩劫；而你乃运行属性，你有你自己的使命。天命违逆天意，你可知后果？只有不死，才能相伴。阿朱，活着。那些是我的记忆。一定是受了这乾坤珠的影响，才会梦到那些可怕的事情。天命所示，昭明会遇生死劫。天命之书从未出过错。这乾坤珠，它可以颠倒乾坤，为昭明争取一线生机。这赌局，你不得不入。每一道伤，是不是都很疼？我从小到大，不是跟着父王出征，就是独自领兵。这大大小小的战役也参加了很多，受伤亦是常事。没关系。觉得苦的时候，就吃一颗糖，有甜包着，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。你吃糖的速度，比我想象的慢。
我以这包糖与你约定归期，也是希望你心中有盼。没想到，你真在我凯旋之日如约持剑。我怕我吃得太快了，你来不及回来，更怕我把糖吃完了，你却回不来。所以，只剩最后一颗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吃了。好在，终于等到与你重聚之日。原来盔甲的分量这么重，你知道吗？宫里一直有很多你的传闻，都说你是战无不胜的战神。今日我才知道，原来战神背负的这么沉重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战神。只不过每次都抱着必死的决。你一定不会死的。一定？嗯，一定。怎么伤的？骑马的时候勒的，没事儿，不疼。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从来都不会骗人，你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这么深的伤口，怎会不疼？阿楚。这一路辛苦你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。你已然对昭明动了情，那道天雷便是警示。神器不能动情，更不能爱人，否则会被摧毁于世间。